关于圣友大疗养院，网络上流传的故事很多，然而大多是典型的都市传说。但真正让我产生兴趣的，是一些零散的、充满神秘的旧记录。记录本身残缺不全，只提及一位134号病患的描述，充满神秘。住在那附近的人总是避而不谈，像似忌讳着什么。这些碎片化的讯息，就像拼图一样，在我脑中挥之不去。身为一个现代灵异探险主播而言，不去实地看看，似乎也说不过去。所以，我选了假日的夜晚，拿着我的手机跟用来录影的设备和手电筒，摸进了那片被遗忘的土地。我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找到那被遗忘的第7园区。34号病房显然是传说中的134号房间。当我敲开大门，踏进大厅的那一刻，那股混合了消毒水及一股难闻的霉菌味，真是无法形容，近似于腐烂动物的味道。当我用手电筒照亮了走廊大厅和散落一地发黄的文件夹，还有残破不堪的医疗器材，我的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里显得特别响亮，只有我脚踩在碎玻璃和灰烬上的声音在空荡荡的空间里清晰可见。当我越往里头深处走去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像似有另一个极微的脚步声，若有似无地跟在我后面。我的心跳开始加速，默默地提醒自己那声音是自己的疑神疑鬼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。突然间，眼前的壁面上出现了一张院区地区图，那个第7院区就在走廊一条分支的尽头。当我继续往走廊的深处走去，那股不安的气息越来越重。然而，也不知走了多久，我看到了那个模糊的门牌134，那扇门居然微微开出这一道门缝。说真的，心里那股好奇与恐惧交织，让我停下脚步，考虑这是否要往前走。但另一部分，那该死的好奇心却又占了上风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手心里全是冷汗。我用这手电筒抵着门，慢慢地推开。那声音在这死寂的环境中太刺耳了。然而，房间里空旷的只有几张孤零零的铁床架，角落里堆着一些无法清除的杂物。我拿手电筒缓缓扫了一圈，然后看到了墙壁上面全是密密麻麻指甲刮出的痕迹，很深，纵向交错，好像极痛苦或疯狂抓出的痕迹。而旁边不知道什么扭曲般的图案，却又像某种原始符号，又像人的脸。此时我的头皮都麻了。我深吸一口气后，慢慢的拿起录影机，想拍点东西当作记录。就在我对着录影机镜头拍摄的时候，总是感觉好像有人就在我身旁。于是我慢慢拍摄，拍至到门之间，门后好像有个模糊的影子晃过。我心猛地一跳，我立马用手电筒照过去，空的，只有斑驳的墙壁和我的影子。我喘了口气，可能是自己神经太紧张了，大概是光影晃动吧。正想安慰一下自己没事的，准备再录一下就走，这时我隐约听到了一个声音，很轻很轻，像女人在啜泣，又像在低语着什么，声源非常模糊，我也分不清是从哪里传来的，好像从四面八方而来，又好像直接在你脑子里出现。我感觉我的鸡皮疙瘩瞬间都炸开了。于是我用最快的速度拿起录影机，开启夜间录影模式，但不知道为何机器荧幕突然变暗，同时手电筒的光也开始不固定的忽明忽暗。心想，这是恐怖节奏的开始吗？我慌了，放下机器，直接用手电筒往声音感应最明显的方向照过去。就在那里，一张张脸慢慢地从黑暗中浮现出来。那是一张巨大肿胀腐烂的脸，他的眼睛好像无底洞般，嘴巴微微张开，发出咯的气音，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。同时扭曲的双手慢慢地向我伸过来。是他，就是那个134号患病的描述，跟那些残缺记录描述的一模一样。我脑袋里嗡的一声，一片空白，
身体本能反应就是跑。我冲过长廊，撞开挡路的杂物，一股一股的寒意就像冰锥刺在我的背上，我根本不敢回头，眼四大门就在前面了。就在这时候，脚下一个没注意，砰的一声，我整个人撞上了一个立在墙边蒙着白布的高大物体，白布唰的一声滑了下来，里面的是一面超大的穿衣镜，上面还布满了灰尘。我跌倒在地上，狼狈地站了起来，喘着气，心跳都快停了。惊魂未定之中，我下意识地往镜子里看了一眼，想知道那个鬼东西到底有没有追上来。是空的，走廊上没什么，但是镜子里的那个人，那不是我，镜子里那个我，脸色苍白的没血色，而且还有他的眼睛周围漆黑的像是可以吞下一切。我的天啊，镜子里那个我竟然慢慢的抬起一只手朝我伸过来了。我吓得全身僵硬，想尖叫却发不出声音，想后退但身体完全不听使唤。我的瞳孔因恐惧而收缩到极限。然而镜子里那个诡异的我嘴角竟然裂开了一个超级恐怖的微笑，接着他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冰冷又带着诡异的声音轻轻地说了4个字：轮到你了。那一刻我什么都明白了。134号病人从来没有真正消失，他一直在等待，等下一个进入者，等一个新的容器。我的眼前开始模糊，像似被吸入一个黑洞，那些看过去残缺的记忆此刻都串起来了。我最后的感知就像被这所病院慢慢吞噬，失去知觉。这就是我在圣犹大养老院的经历，或者是说我目前能想起来的就只有这些。我不知道自己现在算什么，活人还是被那面镜子吞噬了一部分的灵魂。因为直到现在，当我照镜子时，常会对着镜子里的那个人问：你是谁？